上一期我们讲到朝鲜半岛的历史进入了近代史，那么朝鲜进入近代之后又发生了什么？朝鲜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又是如何灭亡的呢？本期老白说朝鲜半岛风云系列和大家讲讲朝鲜半岛的封建王朝灭亡之路。1873年，21岁的高宗宣布亲政，高宗不许父亲大院君再入宫处理朝政，但是高宗的实力并不是很强。随后朝鲜的朝政大权就再次落到了以高宗妻子明成皇后为首的闵氏外戚手中。明成皇后的政治主张和大院君截然相反，她掌权之后废除了闭关锁国政策，聘请了日本顾问到朝鲜编练新军，而且明成皇后还大肆的重用闵氏外戚，把朝鲜的政治瞬间搞得是一团乱麻。因此在1882年，驻守汉城的朝鲜旧军将领们直接发动兵变，杀死了明成皇后的堂兄和日本派来的军事教官，并拥戴大院君重新执掌朝政。这就是朝鲜历史上的壬午军乱。李刚印通过兵变上台后，不顾众臣的反对，直接宣称闵妃已死。为了把戏演到位，还煞有介事地为闵皇后举行国葬，同时他还打击外戚势力和腐败官吏，废除闵妃集团当政时的一切举措。但是他的对外政策远没有起义军民那么的极端。这个时候朝鲜的内部已经非常的混乱了。对于朝鲜的内乱，邻近的中日两国迅速地做出了反应。就在日本企图派军进入朝鲜的时候，清政府立即任命吴长庆作为朝鲜的事务大臣，并任命袁世凯为朝鲜的帮办大臣，并率军3000清兵抢先进入了汉城。李刚印的第二次执政仅持续了33天，在光绪8年，也就是1882年7月13日，被宗主国清朝直接逮捕。在清朝军队基本控制了汉城的局势之后，吴长卿奉赐死的诏令，将大院君抓捕回国，并囚禁在了现在的保定。大院君被清朝囚禁了之后，朝鲜高宗曾多次上书祈求清朝释放大院君，但却都被慈禧太后所拒绝。于是朝鲜开始试图走亲贵的路线，他们去求光绪皇帝的生父醇亲王奕环。奕环和大院君的身份类似，遭遇其实也都大差不差。儿子当皇帝窝囊的没有实权，所以应该会更有同情心。奕环也确实很同情大院君，于是他也没有多想，就去找了慈禧，请求老佛爷释放大院君，让他回到朝鲜。那么慈禧太后为什么非要把大院君囚禁在中国呢？奕环的这一次求情得到了答案。慈禧告诉奕环，他囚禁大院君其实是别有用意的，为的就是告诫那些儿子过继给别人的人不要有什么非分之想。直到这个时候，奕环才终于明白，慈禧之所以会干涉朝鲜的政变，居然只是为了警告自己而已。于是他当场被吓得两腿发软，直接跪了下去，趴在地上长跪不起。据说是最后2个太监过来，一起才将奕环扶出了紫禁城。在3年之后，眼见日本和俄国在朝鲜的势力愈发不可收拾，此时的慈禧才发觉不对，于是赶紧释放了大院君，回到朝鲜。可此时回到朝鲜的大院君虽然对中国仍然是忠心耿耿，但是3年已过，人脉亲信早就丧尽，所以他在朝鲜再无势力。这个时候，日本通过对朝鲜的各种政治渗透，其实对朝鲜半岛的实质影响力已经远远的超过了朝鲜的亲祖国清政府。因此在1876年2月27日，日本逼迫朝鲜签订了不平等的条约，也就是僵化条约。这也使得朝鲜成为亚洲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并非由西方国家使用船舰利炮打开了国门，而是被自己的邻居用政治渗透的手段，继而终结了闭关锁国的国家。在这种局面下，1894年，朝鲜爆发了一场反对门阀贵族和日本等外国势力的东学党起义，历史上也叫做甲午农民战争。因为这一次起义是打着东学道的旗号，并以东学道徒为核心，统治阶级多称之为东学党，因而
历史上也叫做东学堂起义。甲午农民战争是朝鲜半岛历史，也是世界历史上的一次声势浩大的反帝反封建的农民革命运动。甲午农民战争持续了10个月，最终在朝鲜国内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下以失败告终。而这一次起义也直接导致了甲午中日战争的爆发。随后的甲午中日战争，清朝战败，朝鲜也就此脱离了中国的中藩体系。此时的朝鲜没有了中国的保护，高宗害怕被日本吞并，于是高宗便转向与俄国交涉。他利用日俄的矛盾，开始拉拢俄国来保护朝鲜的独立。朝鲜在俄国的保护下，高宗在1897年的10月12日自称皇帝。至此，从明太祖朱元璋册封的朝鲜国号也被高宗改为了大韩帝国，简称韩国。大韩帝国高宗宣布新成立的韩国要与中日两国平起平坐。接着，高宗便开始了自强变法，这一次变法是称为光武改革。不过，这一次的改革却没有那么的顺利，因为随着日本在日俄战争中的再次取胜，俄国的势力和援助也被逐出了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此时，新成立的大韩帝国则完全的落入了日本人的掌控之中。1905年，农历乙巳年，大韩帝国以外务大臣李完用为首的5位内阁大臣，在日本的武力协助下签署了乙巳条约。此条约剥夺了韩国的外交权，日本根据该条约设置了韩国统监府，以控制韩国。这标志着韩国沦为了日本的保护国，变成日本事实上的殖民地。也是因为如此，李完用等5人被当时的大韩帝国人民称为乙巳5贼，成为了韩国历史上有名的卖国贼，也就是韩奸。而朝鲜高宗本人则对外发表声明称，自己作为韩国的皇帝，却并没有在条约上盖上玉玺，所以他声明说这个条约实属无效。关于乙巳条约的合法性与有效性，一直以来都成为日本与朝鲜半岛长期以来的争议话题。与此同时，高宗还派出了密使参加了当时在荷兰海牙召开的万国和平会议，希望寻求西方的支持。韩国的海牙密使事件被日本得知之后，日本就强迫高宗退位，让位给了儿子纯宗李治，并强行让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出任统监，主管韩国的朝政。1909年，伊藤博文在中国的哈尔滨火车站被朝鲜义军的参谋安重根刺杀身亡。紧接着，日本政府便以此为由，逼迫韩国签署了日韩合并条约，彻底的吞并了韩国。所以在朝鲜半岛的历史上，唯一的一个帝国仅存在了12年，仅经历了2代皇帝便宣布灭亡。朝鲜半岛其实完全的沦为了日本的殖民地。那么，日本殖民了朝鲜之后，后续又发生了什么？我们下一期和大家继续探讨。